2月8號，數以千計嘅人喺倫敦前皇家鑄幣廠外示威，抗議中國喺原址興建超級大使館。綠豆當日就破天荒全程直播現場嘅情況。興建大使館嘅爭議進入另一階段嘅程序，由11號開始，一連8日舉行規劃聽證會。喺塔村市議會轉軚支持，負責撰寫報告嘅規劃專員又拒絕傳召反對一方要求嘅證人。咁其實現階段嘅情況係咪只係走下程序呢？中國外長王毅又咁啱得咁巧喺呢一個時候訪問英國，其實又係咪預示咗興建超級大使館計劃勢在必行？中國駐倫敦超級大使館計劃所屬地區嘅塔村市議會星期二就計劃重啟召開4日聽證會，收集公眾意見。不過喺第一日嘅聽證會上，市議會就已經表明，由於警方之前已經撤回反對，市議會亦都再冇理由繼續反對計劃。In the light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s changed position and the external transport advice, which mirrored that of the statutory highway authorities, it would have been irresponsible to seek to pursue the putative reason for refusal. 市議會代表仲指出，佢哋索取獨立交通規劃專家 iTransport 嘅意見話，抗議活動可以喺區內得到妥善管理，既不會對行人安全或者交通造成嚴重影響，亦都唔會對周邊公路網絡造成嚴重損害，而專家結論亦都同官方部門一致。市議會代表仲引用國家規劃政策框架指出，只有發展計劃對公路安全造成不可接受嘅影響，或者喺情況緩解之後，後續阻礙仍然對道路網絡造成嚴重影響，先至可以引用道路安全為理由，阻止或者否決發展計劃。塔村市議會上星期五發出嘅聲明仍然重申之前嘅反對立場有效，但到今個星期立場就唔同咗。喺聽證會展開前一日，即係星期一，倫敦警察廳去信主持聽證會嘅規劃檢察專員，解釋撤回反對嘅時序同理由。根據警方所指嘅關鍵轉捩點，係市議會舊年12月9號第二次否決超級大使館計劃後，喺12月12號俾倫敦警察廳提供嘅一份行人路況評估，主要關於超級大使館周邊可容納抗議活動嘅能力，並指呢一份報告應該當作重要考慮因素。其後倫敦警察廳公共秩序指揮部詳細審閱報告，並進行現場評估後，得出嘅結論係新大使館選址有足夠空間容納未來嘅抗議活動，不會對相鄰道路網絡造成重大影響。市議會喺聽證會指，因為倫敦警察廳改變立場而撤回反對。倫敦警察廳嘅書面回應就話，撤回反對基於市議會突然提供嘅評估報告，兩個機構互相推搪。對於上星期六2月8號多個團體發起反對中國超級大使館嘅抗議活動，數以千計示威者參與，阻塞咗該區交通幾個鐘頭。倫敦交通局表示，個活動造成咗嚴重影響，但倫敦警察廳就借示威引證警方嘅管理能力。而喺當日嘅示威中，有2名港人被捕。倫敦警察廳回覆我哋嘅查詢話，其中一名姓林嘅男子被控阻差辦公同違反公共秩序法第14條，3月10號喺倫敦西敏裁判法院提堂。另一人就獲准保釋，去到5月初再作進一步調查。喺聽證會上，亦都有不同背景人士表達反對計劃嘅意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行政總裁培倫德指出，首相施紀賢公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交代審批中方嘅大使館，加上倫敦警察廳同市議會突然改變立場，明顯係因為工黨政府受到外交壓力。I believe these two facts, taken together or separately,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minded to permit the application for diplomatic reasons.
The putative reasons for the call-in, namely, and I quot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pplication, quotes, raised planning issues of more than local importance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Unless I am misinformed, diplomatic pressure is not a material planning issue and ought not to featu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erits of the application at any level, Council, Inspectorate or central government. 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就提到，流亡到英國嘅港人只會越嚟越多，喺中國大使館嘅示威只會有增無減，而中國會持續佢哋嘅跨境鎮壓。另外，保守黨影子司法大臣鄭偉琪曾經去信主持聽證會嘅規劃檢察專員 Claire Searson， 質疑倫敦警察廳突然轉態嘅過程不透明，要求傳召相關政府部門嘅證人，同埋索取工黨政府同警方所有溝通記錄，但被專員以冇必要為理由拒絕。代表附近居民嘅皇家鑄幣廠居民協會大律師陳詞時話，居民因為安全同交通考慮，一直以嚟反對興建大使館。大律師強調，上星期六嘅示威活動已經係好好嘅證據，表明個地方冇空間容納示威者。示威活動令到附近交通嚴重受影響，又指居民擔心中國大使館嘅存在只會惹嚟更頻繁嘅示威活動，為該區居民帶嚟直接危險。而喺星期四第二日嘅聽證會上，倫敦警察廳代表確認，2024年12月12號首次透過電郵收到中方喺2022年提交嘅行人路況評估報告，於是重新評估咗新大使館門前嘅空間，由原先可以容納嘅100人變成容納2000人。規劃檢察專員 Claire Searson 亦都感到非常疑惑，問警方點解兩次評估嘅人數相差可以咁大？警察廳代表副助理指揮官 John Sifley 解釋，以圍繞鑄幣廠嘅行人路空間計算，2000人呢個數目係可行㗎，但經現場視察，認為示威者會集中喺大樓前示威，並且會佔用行人路以外嘅空間，加上評估集會中嘅人群密度之後，就改變可容納靜態示威者數量嘅睇法，喺不佔用道路情況下，大約500人。警察廳呢個講法並不完全採納中方話可以容納2000人嘅人數評估，但係自此就撤回對計劃嘅反對。John Sifley 多次強調，警方有足夠資源應付人數增加嘅示威活動。聽證會會持續到下星期二，其後規劃檢察專員 Claire Searson 將會向副首相韋雅蘭提交報告，對中方超級大使館嘅申請作出批准、有條件批准或者否決嘅建議。預計韋雅蘭今年上半年內會有最後決定。一旦韋雅蘭批准計劃，除非有人就決定向英國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否則拉鋸6年嘅超級大使館計劃將會落實。一直反對超級大使館計劃嘅100戶住喺皇家鑄幣廠原址附近嘅居民，以大衛迎戰哥利亞為題進行眾籌，打算向政府提出法律訴訟。之前籌得款項只有幾百英鎊，但上星期六示威後，短短5日就急升到接近2萬英鎊。香港民主委員會國際倡議幹事劉家文星期四喺社交媒體宣布，會喺3月15號舉行第2波反對超級使館嘅示威。唔少英美媒體都關注今次倫敦中國超級大使館計劃。彭博有評論話，英國政府要喺國內經濟低迷嘅時候尋找出路，投靠中國無可厚非，但似乎忽略咗中國經濟本身亦都面對緊重大問題，以及中國政府唔歡迎外資嘅現實。評論又提到，若果以前皇家鑄幣廠呢個地標式建築物改建成歐洲最大使領館做交換，工黨嘅回報並唔應該只係財相李允晴早前訪問北京所得嘅5年6億英鎊，而係爭取釋放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或者為在英港人攞返估計達到30億英鎊嘅強積金。正當塔村市議會就計劃舉行公聽會之際，
中國外長王毅到訪英國，星期四同外相林德偉、首相施紀賢會面，又出席第10次中英戰略對話。英國傳媒引述林德偉話，會同中國繼續推展堅實同有建設性嘅對話，又指中國一啲問題仍然需要英國關注。中國外交部就指，王毅會見施紀賢嘅時候表示，中英兩國要加強戰略溝通，增進理解互信，展現大國擔當。又引述施紀賢話，當前英中國領域合作取得積極發展，期待兩國開展坦誠、建設性嘅對話。